这趟我选择会打100、200的港币，然后选择地点是威尼斯人。威尼斯人观光客最多，桌子数量最多。那他在这个底池，我继续过牌，他才下注个1200。我的经验来讲，这个后面基本上他2对以上的牌，我觉得都会打到半塔以上。我觉得这边我要尝试投机，所以呢，我 check raise 他到4000。好，那他先把筹码拿出来，又想一阵子，后来大概过了30几秒，他选择跟注。这一趟我们要来到澳门挑战1周的赌场限定桌。Hello， 我是 Nathan。这个地方没有非常熟悉，对，没有错，我现在在澳门。那这次来这个地方也真的是一个突然啊。其实这3周我都在台湾，那我本来在规划是要去哪些地方打比赛。那这么巧，在这个11月份多的这个3周，亚洲没有任何一场赛事可以去打。我打的赛事大概都落在就是可能一个系列赛，可能平均buy-in落在1000美到5000美之间。那刚好亚洲都没有。看一下国外有。国外在捷克有一场 WSOP， 然后另外一个地方呢是在美国 Vegas 有 PokerStars 比赛，但是我发现如果去打的话，基本上可能只能打2周左右。觉得跑去国外来讲的话，可能开销成本都是非常非常大的负担，因为我觉得去这种欧美对我来讲，我觉得至少去1个月以上会比较打得很爽，打得很舒服，可以玩非常非常多比赛，出局不会说打个礼拜就要回来了。那后来我想一下，我决定在台湾待，然后在台湾待1周，打了线上，然后打一些朋友的局，是一些 cash game 私局之后，突然觉得剩下这2周有点空虚，所以我就突然就安排了跟家人一起来香港1天，然后跟澳门这边，飞了这么远的国家，我单纯只是为了打一场比赛，可能效益不好，除非是为了要拼金手链，或是拼这个 GPI 分数，或是你要去冲一些你想要的一些名次，或是一些名誉，我觉得去才可能比较有意义。但我真的认真想一想，其实回到我扑克原本的自己的从以前到现在初衷跟一些规划，我觉得还是要实际一点，所以我决定回来澳门。我打现金桌，那这次可能也没到非常长，其实有点短暂，但我觉得5天多，我就是很享受打这些现金，然后去记录这些内容。GPI 相信很多人都听过，也有很多人觉得这不太重要。其实 GPI 在我这1年半打下来的这个比赛啊，我觉得得到一个认知吧，或是一个经验值。GPI 这东西呢，你就把它当成是一个指标，因为它是全世界玩家都可以看到各个玩家打的分数跟战绩。所以简单而言，你一开始你没有方向，你就要找目标嘛，找对象嘛，找你一个可能崇拜的一个偶像，或是你喜欢的玩家。你就可以用依照这个来看近年成绩跟他以前过往，大概有一个参考价值。就像是你打现金桌，不管是现场 online， 你都会先找一个你这个级别的一个模仿对象，然后去了解他可能入池率啊、加注率啊、他各种数据跟他平均的分数，来知道说你怎么样有机会可以达到这个目标。好，那简单也回到这边的重点。假如你的平均buy-in大概玩在就是1000美到5000美之间的话，那如果你能在1整年的分数超过2000分，基本上你是一个很不错的玩家。那如果你能超过2500分以上，大概你是不会输钱的，就是你可能扣完旅费什么的，我觉得都是会赚钱的。那如果你能达到3000分以上呢，那你基本上就是全世界最顶尖之一的玩家的水平的，可能100以内的这样的 top 的水平玩家。你平均buy-in不能突然打一个很高，例如说打个1万美、2万美，或打到更高的 Triton 的一个buy-in，但是你平均小buy-in就不平衡的话，那就比较不能参考这个价值了，因为我们刚刚讲就是平均买入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好，那像我自己啊，今年定的目标 GPI 是大概是2000分，很早在今年暑假就达成了，所以我帮自己额外再定一个目标，就是超过2500分以及3000分这样超的高标。那我目前的 GPI 呢，大概落在快要2400多分，其实已经很接近我的目标了。所以我觉得又回到现在，不会说想要每个礼拜就一定要出国打分数，为了拼分数而追。觉得反而回到刚刚讲最实际的，应该就照原本的扑克规划，打自己适合的资金跟一切的一些考量，包含家庭为重啊，跟扑克怎么去平衡，这些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应该说这个 GPI 分数呢，可能就会跟他的实际buy-in不太能参考，说到底他有没有可能会赚钱这件事情呢？这个可能只有他自己才会知道。所以刚刚只讲的是分数跟平均buy-in的这些经验值的有没有赢或不赢的这个经验跟大家分享。当然你有其他一些被动收入啊，其他一些更多商业考量啊，我觉得就不在这边去探讨。那以上呢 GPI 到这边，不知道有没有点概念的？那当然 GPI 这个实际分数呢，不会说你只有打几场分数就很高。GPI 的计算方式呢，就是你一整年打下来，好，
你平均的买入、报名人数跟这些所有的考量都会在里面，然后抓下你可能10几场分数的最高值去计算。那当然，它这个细项我可能会讲错，你们最精准的可以去查这个 GPI 的全球官方网站，它有更详细的一个资料。比赛现金桌这2个我都非常的热爱。那我觉得我自己是非常好的一个2期扑克的玩家。对，那当然一直去追求这个比赛跟现金桌的这个差异跟它的一些平衡点，希望可以这2个都打得非常的好。不了解我朋友们可以看这些影片，有更多介绍我以前其实都是在打现金桌比赛，对我来讲算是一个乐趣跟一个兴趣去玩一玩的这个游戏。不过呢，这1年半我就更多时间专注在比赛上面嘛。对，但我觉得接下来呢，在明年的规划当中，我希望更多空档的时间就可以来澳门更多次现金桌的一个不同的一个自我挑战，或者到全世界的这些国家去打更多的现金桌。有时候短期的5天、10天的挑战，说真的以专业角色我来讲，我觉得赢多跟输多真的不代表什么。我觉得回到这边更真实的自己去记录这些所有状况，也希望可以把这个经验分享给大家。对，那不管结果如何，就是希望可以帮到你们。这趟我选择会打100、200的港币，然后选择地点是威尼斯人。威尼斯人观光客最多，桌子数量最多，也是大家来澳门基本上一定会来到一个地方之一。那我准备的是30万的港币，会在5天分不同的影集跟大家分享所有的输和是赢。那我们 Day 1就开始了 ，Let's go！ 好，那都是100、200港，因为我们打的都是这个级别。好，那是8人桌，我拿到J9同色。那我在大盲呢选择了 ISO， 因为 CO 的玩家一开始先 limp， 然后呢盖到我在大盲，所以我选择 ISO 到800，我是单挑。那有趣的是，这玩家他只有8000的有效筹码，所以比较短。然后 flop 开一个就是18-2。然后呢，我们是一个双头顺，所以我决定在这个 board 面，我选择想要做一个 check raise， 因为我觉得这个马量我们罗德超对的 range， 然后对方 limp range 非常的 cap， 所以我决定 check raise 是给他最大的压力，而且我们的补牌很多，我觉得蛮有机会盖掉他的。好，我过牌之后，结果他也过牌。好，那 turn 来了一张8。那这是一个双花座，基本上我觉得这种令牌玩家，很多牌不打的情况下，应该就是比较没有关联性的，没有中牌。那当然，如果他有8左右牌也是有可能，不过这后面我们还是有一些补牌，我们必须去尝试 bluff 在这边，所以我 turn 打个1500，那他就盖牌。然后接着呢，这手牌是8人桌，那这个玩家是一个大哥类型的。那我在button拿到 A9同色，我 open 500，他选择跟注，我们单挑 flop 开一个6 high ball。那这边呢，我们有一个后门花带 2 over card 跟一个 gasha。所以我决定这边做一个下注，下注一个底池700，他跟注 turn 开了 K 爱心，那这边非常适合我们做连续下注，因为呢我们有我们的 range 优势，那我们有机会在 river 再做3条大的一个注码的投机。好，我打一个1700，那对方跟注，但是他跟注这个过程有点快，那大哥类型我觉得通常不犹豫太久的情况之下，应该都跟他有关系。好，然后 River 开了一张9啊，所以基本上呢，我们又可以休档了。那刚刚这个情况如果没有开9，可能开 King 的 Queen 跟 J，maybe 我会再尝试 bluff， 因为它很多 flop 的对子，我觉得2高张是不容易扣动的。但是如果开10以下，基本上我都会放弃。那当然中了9非常好，我们可以休档嘛，因为它 K 是永远打不盖的。他 check 之后我也 check， 然后他秀了一个 AK， 他翻牌前面3B， 那这个玩家是非常谨慎小心啊，因为在后位都不3B， 所以我之后跟他打，他只要3B 或4B， 我就会非常的留意。好，紧接着呢，这手牌7人桌，那我们遇到的是一个 Rick， 因为以前就有印象看过他了，他在 button open 600。那我在小盲拿到 KJO， 那基本上这个牌我们双方有效筹码非常深，因为每把牌大家有效筹码都不同，所以你们可以留意。基本上我都是在4万以上，所以都是200BB 多。好，那这把牌我没有选择3B， 因为我在这个桌子太多的 action， 有3B 跟很多，跟还有4B， 所以我觉得我这里太多动作可能会被他太容易4B， 那我会非常不舒服，所以我决定平跟，结果大盲跟注3人底池 ，flop 开一个8 high ball。那我们这边有一个2 over card 带一个 K diamond， 好，接着呢却到了button这个玩家，然后他下注了底池800。那我这边 KJ 呢，我决定也要做个 check raise， 不然我们就盖牌，因为这里 check call 非常的好笑，就是第一个 K high 不见得能赢。再用跟太被动，而且这个 board 面呢，我们有非常多的不错的牌，例如说我们有买顺，我们有买花，甚至我们中 set 都是有可能在这范围里面的。那 button 开牌的范围本来就非常的宽，尤其他是一个会玩玩家，所以他可以 steal 非常多的手牌。好，那我 check raise 到2500，大盲盖牌，他跟注 turn 是9黑桃，我们并没有这4+1的花出现。好，那我决定还是要下注，因为9其实很帮助到我们中了顺子，我们有很多左边左右的牌，以及可能也中了2对都有可能。好，那这边呢，我下注底池5000，非常重的注码，然后他想了蛮久之后跟注，那基本上这里跟注我们有挡了一个 K diamond， 所以
它的买花机会会下降很多。什么意思呢？它就少了很多两高张的花，因为可能 K10、K 勾花就少了非常多，甚至很开的 K 叉的花都有可能，因为是8的 range。然后 River 又掉了一张9，那我觉得这边有点难投机，我决定放弃，然后 check。然后他这边秀了一个 K6， 我要 KJ 没有赢。那当然这边呢，其实我们也不能硬投机，因为毕竟它也有所有的 set 88、66、22也都在它的范围，毕竟我们没有挡到任何的一些 set 的组合。而且一开始我觉得2发打不走，基本上会玩玩家这边要盖牌也不盖太多，所以我们就输了这把，还算蛮大的一个小帕。好，紧接着呢就是剩7人桌，那我们又遇到一个 Rig， 那另外一个 Rig 从别桌调过来，那我再加1拿 KJ Diamond 开注500。小盲呢，他直接3B 到2500，我跟住单挑，因为我们双方有效筹码其实还蛮深的，大概就是有150 BB 多。哦，发不开一个783。好，那我们这个地方呢有后门花跟 Two Over 卡跟后门顺，当然 Two Over 卡可能用不到，但只要不要碰到它 AA 的话，我们就有机会是一个 Two Over 卡 AA。KK 如果它不是的话，我们就可能中了一张 K， 就可能会超车它嘛，对不对？所以我们odds还蛮多，而且这个后面我们有比较多的 set， 他没有太多 set， 因为小盲基本上我觉得，依照澳门的桌况，很少人敢在小盲去3B， 很前卫玩家拿一个中间的对子，我的经验目前看一下是蛮少的，除非遇到比较强的玩家，才有可能会有这个范围。好，那他在这个 flop 呢背一个2500，当然我们非常轻松的去跟住，然后 turn 来一张6爱心，比较无关紧要，但是呢，他在这边过牌了，所以呢，我觉得他很多牌在这边的操队应该会持续下注。那就算他不下注的操队，在这个地方很多情况有可能会 check raise， 可是呢，他又很害怕我这么多牌会中嘛，所以我决定在这边去备一个很小的注码，就是3300，因为我们手牌范围有刚刚讲这么多大牌，那也不会打很大，因为基本上如果我们是这些手牌，他的牌基本上只有2号可以超车我们很难被超车。OK， 所以这边呢，我下注完之后呢，他跟注，然后 River 掉了一张 K。好，这张 K 有趣了。如果这玩家在 turn 上会跟的 AK 是，我觉得还是很多的情况之下的话，因为不是每个人 AK turn 就会盖嘛。他如果会跟很多 AK 的情况之下，我觉得这个 River 的价值可能就没这么多。但是如果他在 turn 上会跟很少 AK 的话，跟比较多成牌的话，那这个 River 确实我就能赢到他很多中间的对子，例如说10到 QQ 的这些手牌。对，那当然这个玩家我也没有跟他打超级久，只知道说通常长这样的玩家类型应该都是常客，所以我决定先过牌看看拿什么牌，但是我们也中牌嘛。好，那他秀了一个 JJ， 所以这手牌我们就很幸运 River 掉可以赢下来。但是这把牌我不是为了 River 要去中这样 K， 只要 River 掉旁边的很多一张成顺，或者是我觉得掉一些比较适合炸胡的牌，我都有可能 River 去做一个满趴或超趴，我也给他一个最大的压力。8人座我在 low 券拿 KJ， 开注500，然后 button 又是那个大哥玩家，他跟注，然后 flop 开了一个 King High Ball， 但是这个 ball 面呢有点潮湿，因为他在这个位置，我觉得扣前位基本上很多两高张都有可能就是抢买牌或是两对，所以我决定 control 趴，我过牌，好，他下注700，我跟注。turn 来一张10，那这张10呢还不错，因为没有帮他增长性太多，除非他有10，或是他已经中了 K10或是 4 号这些手牌，不然我觉得没有影响太大。那这个底池我过牌之后呢，他又下注一个不太重数码1200，那我们当然轻松的 check call。好 ，River 来一张9，那这张9呢会帮助他一些牌中顺嘛，但是他 QZ 会不会这样打呢？也有可能，但是我觉得也不一定，所以我们当然先过牌看看状况。我过牌之后呢，他竟然在这底池下注一个1400块，这意思是叫我要扣啊，不然怎么办呢？对，那么小，那我当然就跟。我跟住之后，他竟然 mark， 好，所以这把还蛮有趣的。这个大哥就打的没有什么太大的威力，然后就输我们这把牌。所以我可能大概发现他搞不好就打很小，就是想投机，可能牌没有这么大。所以如果他之后走很两极化、很大注嘛，我有可能会小心他。好，紧接着是6人桌，那我们遇到一个这个是一个坦克的玩家，我在 button 拿到 S Queen 红色开500，然后呢大盲他马上3B 2000。好，这手牌很有趣。我刚好叫了一个烧鸭饭，刚好过来，所以我正在吃烧鸭的时候，看到我牌 button， 然后他马上要3B我，所以我会觉得他可能会因为我这个动作在吃饭可能会干很多，所以他可能操作我很多，所以他3B我。然后接着呢，我觉得这手牌我们双方有效筹码又很深，所以我决定 S Queen 要做4B， 而且这个位置很强，我们4B 也是 for value， 不是 for bluff。好，我4B 之后5500，他想了一场很久之后跟注 ，Faber 开一个很不错的面 A56， 好，我在底池下注个3100，很小的注码。因为这边基本上我觉得4B 帕很少会有5跟6有关系，那顶多它是2张买花有关联的，其他牌基本上我们要么就赢好了，要么就是它比我们大的 AK 加。好，那这边呢，他跟注 turn 来一张6，
就是正门花出现的。那我觉得目前感觉会扣到 Broadway 书体，不会到可能很夸张的什么10J， 那 QJ 加爱心可能有。那10J 或是90这些都没有的话，我觉得这个花就没有很危险。而且大部分我现在发现，现金桌的澳门玩家都会比较紧弱一些常客，那有些玩家当然很平衡，所以我觉得长期这里 C 倍有位置应该来讲不容易被操作，而且我觉得它也会比较难去处理，所以我决定呢，在这个 turn 上去下注一个7000，就持续下注。那他想一下，他盖牌。对，那这后来过一阵子，他说他是拿什么 KK， 他觉得我吃饭还敢再做这动作，他觉得我牌超大，所以他也没有5倍。对，那如果他5倍这把好，我是跟他打5倍牌，所以我们可能会赢更多这样。接着呢，9人桌 Low J Open 600 ，High J 跟注，我大盲拿到63梅花，那这是个大家还蛮深的，所以我决定补进去看 Flop 看一个 AQ9。2张梅花，然后呢，下注的这个人是大哥，又是遇到这大哥，他在底子打700，当然轻松缺扣了，中位盖牌了，因为我们可以买花嘛。跟注之后呢，turn 掉一张7 diamond， 基本上是无关紧要。那他在这个底池，我继续过牌，他才下注个1200。我的经验来讲，这个后面基本上他2对以上的牌，我觉得都会打到半趴以上。我是觉得他牌可能只有 A 对或普通牌力。所以呢，我决定在这边做一个比较 random 的这个牌去做一个 bluff， 不然的话，基本上我配的 bluff 会在更强的手牌，可能跟顺着点关联系的手牌，或者至少要中1对带花的以上这种手牌。但我觉得这边我要尝试投机，所以呢，我 check raise 他到4000。好，那他先把筹码拿出来，又想了一阵子，后来大概过了30几秒，他选择跟注。好 ，River 来一张很好的牌，就是 K 梅花。好，那这个牌有几个重点，就是这些花基本上都是大花出现在上面，意思是什么？它就会少了非常多2高张的花的组合。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就我们花的赢的胜率就非常高。基本上它只有 A 花是赢我们的，其他的中小花我觉得不太会打这个 size 在这个 turn 上。如果它是 semi bluff 的一些买牌，而且我们又 block 了6梅花，就是它的 combo 座在后门的 combo 座，所以基本上我觉得应该都是领先机会超大。然后我在 River 备了一个将近凹趴一点的12000，然后他 tank 超久之后又放空嘛，要跟注一样，他盖牌。不过这手他盖牌之后，我后来想一下，我们刚刚讲的逻辑是他在 turn 上牌看起来比较没那么强嘛，所以比较多只有1张 A， 所以可能是 AJ、A10 左右这些手牌，可能还带1张梅花，所以他 River 还看了一下。那我觉得这种情况，又加上他刚刚前面有一手 K 这样子偷击我们，我觉得我这个注码可能 River 也打错了，我觉得应该是要再小一点，要很小的极小注码，让他有机会偷击，或是拿更多一些价值，或者是我过牌。让他做一些更夸张的动作，搞不好他也会做。所以我觉得 River 我没有给他空间做这个 bluff 的 action， 原因是我们刚刚讲他的牌板可能就没有这么多的那么强的牌，所以我 River 我觉得就这把牌就是打到那么大，怕对到他可能不是太好的选择。好，那接着呢，这手牌我们又遇到 Rig， 我在这个 Low J 开注 JJ，High J 这玩家呢3逼我到1800，那这个 Rig 呢，我看起来他感觉好像会操作，不过我打好多把发下来，他好像蛮诚实的，蛮紧实的，因为我看他牌都很大，然后犯抛也很小心。那看完这手牌，我更加知道他是一个很小心的玩家。好，我跟住他3B趴中呢 ，flop 开一个 K99。好，这边我当然过牌啊 ，JJ 轻松 check call 嘛，那就我过牌，他也过牌。然后 turn 这边开一张10，那这张10其实还可以，但也没有到很好，因为通常在这个 K99过牌，他是3B 的 raiser， 要么就是中好的 4 house， 要么就是他可能是被 K 盖帽的牌。可能 QQ 10左右，所以10有可能我被超车。但 anyway， 我们当然去 control 吧 check 了之后呢 ，River 掉了 K， 好，这张牌很好啊。整个过来讲，它这个赖我觉得它一定没有太多的4 house了。为什么？因为现金桌都很深，大家都这把牌将近快要300个大盲，所以它有很大的牌，基本上很多情况3张就开始把底子打大了。3张如果是埋伏的情况 ，turn 也该去跳出来打注码了，不然他怎么帮我们筹码去建底子赢更多，对不对？如果我们都撞牌的情况之下，然后 River 呢？我决定这也要自己打，原因是我们 check 他的 A 基本上都会 check， 但我们的 C 倍会让他很多的 A 叉去配，因为他这位置有太多的 AX 范围在这个地方会3逼我们，所以我在底池这边下注个小注码1300。好，他想了一下之后跟注，他秀了 QQ。OK， 那我觉得他这手牌是蛮有大概率机会 ，River 也可以尝试去 raise 我们了。当然，我觉得我不会支付他很多的话，那他不 raise 看我底牌也是可以，因为假如我们可能 A 还不会配他的话，那他 raise 可能 maybe 就无效，但有可能我们有像 JJ 可能10 maybe 也会抓他 A。
maybe 可能，但基本上不见会这样打。我觉得他可能也想看我底牌，所以比较小心打这种手牌，所以我就输了他 QQ。好，接着Hijack玩家跟 CO 玩家还有Button玩家都跟注200，那这种桌子非常好，就是 Limpa 桌。然后我在小盲拿到 Q10哦，我决定这里做个 ISO， 因为这些后面玩家其实的牌路还蛮明显的，因为他们翻牌我刚刚看过很多把。我打了1400之后，然后反正第一家盖牌，Hijack Button跟注，但这两玩家很被动，所以我也不会说很担心的，我看开什么牌嘛。好 ，Flop 开一个 AJ3，非常好的面的，而且 AJ 是爱心，所以呢，我在这个底池下注个1300，而且我们 Q 有爱心，我们嘎下带这个爱心。然后呢，第一家Hijack是盖牌，然后在Button这玩家他想一想盖牌，但如果Button玩家跟注的话，这个board面基本上我会很大概率去做一个triple barrel bluff， 因为他的Button我觉得太难有2对以上了，他最大的牌是什么？就是33或者是 A3， 其他的牌没有什么大牌。对，那当然你是说他中我们要付他很多钱嘛？但是哪有这么好中牌呢？对不对？很多 A3翻牌前可能也会压住。听到这边累了吗？还有手牌哦，不要走开哦，继续听下去。这把牌呢，有人强抓，后来晚上桌子比较火热，然后100、200、400，又有人强抓到400。柔倔玩家就是一个非常 lame calling station 的玩家，基本上不会去做激进动作，他跟注400。我在Hijack拿到 A10，我选的 ISO。1000把隔离单挑，对，其实陷阱座很关键的是要多隔离多单挑，长期才容易赢。单挑之后呢，flop开一个6 high ball。那我觉得这个 ball 面呢，他是蛮被动、蛮诚实的，也不太会操作。而且在 rainbow ball， 我觉得他很多牌可以 check raise 我们，所以我决定在这 part 去打一个2000。结果他没有很快的想一想就跟住了。那他跟住之后 ，turn 开一个 Q。那我们有一张 A 没花，所以意思是他不会有后门花，基本上这也没太大影响，因为他后手有点在这个 shadow 的game 里面有点短，所以我决定遇到他这个感觉，我觉得他可能不太相信我，所以我先看看 river 再说。好，我也选择过牌。过完牌之后呢，然后 river 就掉了一张，就是算是中间的一些牌，然后对我们来讲是没有帮助。好，结果呢，他马上打个3000，对，然后后手我算一下，他大概剩。应该我觉得没有太大空间可以投机了。对，如果我觉得投机要赌他9000盖牌，在这个底池可能蛮难的，他可能就是不太相信我，因为我这个范围其实有点太两极化了。如果他能 check 的牌，基本上大牌真的剩下非常非常少，只有很顶的 set， 或者是真的想要埋伏的一些超大牌，故意去这样做。不过基本上不符合 sense， 不会这样去打这样的牌，所以我选择放弃，所以我们就输掉这个手牌。好，今天我再问一次打完的第一天，那我打了5.5个小时，通常应该要至少打更久，因为今天第一天真的是太多事要办的，包括用会员卡一些就是重新的申请啊，因为到期了，和一些可能一些餐券干嘛的去了解这个流程，跟了解整个环境，所以我今天打的是比较少一点的，明天开始我会加更多时间。好，那今天整个局况其实一开始这么久没有打，你应该是要采取一个比较保守一点的，但是牌也打很久了，所以玩一玩我大概了解桌况了，所以我开始就是该3B 该4B 都会去做这件事情。那我也不害怕挑战，所以也没特别挑到底要找哪一张桌子去打，所以我觉得就是好好享受这几天的扑克的这些过程。那要特别感谢的是香港的 Ivan。我这次来这边，港币基本上全部都找他换的，所以我准备了大概30万的港元。今天最后的挑战获得的是3000块正的。那我觉得以一天第一天来讲，只要有正都还可以接受，我觉得都还不错啦。过程当中也有又输到可能1万多块，又是回来的金额。那我觉得今天感觉下来的是，大部分玩家还是偏紧。如果比较两极化的注码，可能很大的注码，大部分玩家可能盖的偏多点，尤其是满趴、凹趴，所以有些价值可能可以再调整一下。那我相信明天可以去做一些不同调整，再去试试看明天第2天的挑战。喜欢这次的澳门影片，记得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而且记得可以下面留言哦，你可以问一些澳门的问题，或之后希望我打更久的现金桌也可以，我之后会安排更多的这些的计划。